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nny， 欢迎回到我频道 Danny 的澳洲笔记。大家，Hello， 大家知道这个澳洲的墨尔本这几个月来呢，是从3级封城状态上升到了4级封城状态。那么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封城状态下的生活开销都花了多少钱。这有些账是不算不知道，一算还挺出人意料的啊！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有一个特别搞笑的彩蛋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要笑不出来的话，你就请我吃饭。这生活开销嘛，无外乎就是衣食住行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4级封城状态下，一家呢只能出去一次去购买必要物资，而且还是5公里范围之内。而且很多超市它有限购政策，所以让这个购买特别不方便。因此呢，各种网购啊、团购现在特别盛行。那我们家很多主要的物资呢，其实都是来自网购和团购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先看一看在封城期间网购、团购都花了多少钱。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情况也写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。那么首先呢，就是2个必备的物资群啊，这个蔬菜群和肉类群。这不是不能出去吃饭了吗？所以说要在家做饭，所有这些做饭的物资要准备充足。所以说我们筛选出了2个特别好的，一个蔬菜群啊，一个肉类群。那么在这2个群上的花费多少呢？大概吧，就是每个群1周要花差不多100澳元左右。那吃完饭了，你每天啊面对的是这种小神兽们的大呼小叫，所以说你这个心理素质得好，就得有很好的免疫力，对不对？那么水果呢，是上帝赐予人类最好的礼物，所以说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水果群。那神兽再怎么闹，那属于自己人啊，关键是你免疫力要提上来去对抗病毒啊。所以说呢，大体上在水果群啊，每周也差不多要花将近100澳元。那么1周下来花在这个水果、蔬菜和肉类的钱呢，大概就是300澳元左右。那么客观的说啊，说句实话，其实比自由出行买东西啊，确实要减少了一些，省了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能自己出去就是购物的话呢，你很难会完全按照购物清单上去买，因为总会有一些新东西嘛，总会有一些打折的东西嘛，所以说你买的肯定会要比你预期的都要多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这个疫情一开始封城阶段呢，天真的以为啊，就是只靠这种网购、团购可以省些钱了，而且不用出去吃饭了吧。然而，但是 however but 有一句名言金句叫什么？计划赶不上变化。那么根据苏美尔文明的记录啊，说我们人类呢其实是由尼比鲁星上高级智能生物制造出来的。那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眼。因此呢，这种懒惰、拖延、消极这种因素啊，就被植入到人类的基因当中了。这个想想其实也很正常的啊，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些因素的话，那世界上全是成功人了。那坚持做一件事儿，那易如反掌了。所以说呢，面对天天在家做饭，然后带孩子、陪孩子上网课，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为了缓解一下呢，就要去周末订一些外卖啊，订一些餐什么的。这有共鸣的啊，必须点个赞，然后在留言区里都说说你们订了些什么。那么再加上呢，现在饭馆也不让坐在里吃，只允许外卖，所以说各种就是花样百出的外卖啊、订餐啊，也如这个雨后春笋般出来了。那么看着辛苦做饭劳累的家人，再看着这个有点吃腻家里饭的孩子，所以说呢，就肯定要去订点东西。于是呢，烤鸭呀、水煮肉啊、羊肉串啊、海底捞涮锅啊，那花样多了去了。这一算账才明白，合着这个现在外出吃饭的钱是一点没省下来，弄得我现在吧，周末一坐在我们家餐桌上，就感觉跟去饭馆一模一样。有时候还有一种冲动，什么冲动呢？就想冲着我老婆喊一声：“服务员，点菜。”那么说到这点菜呢，我想起一笑话啊。我以前有一朋友大连人，那大连人说话呢，把这个热叫夜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去撸串啊，然后呢可能聊得比较多吧，这羊肉串凉了，然后朋友呢就冲服务员说：“服务员，麻烦帮我们掖一下。”然后这服务员是南方小姑娘，哪懂大连话呀？然后就没有理他。然后我们这朋友不太高兴了：“咋的了？说话不好使啊？快给我们掖一下。”然后就看这小姑娘特别无奈的，又特别不情愿的冲我们掖。当然了，这个外卖啊、订餐这种开销呢，实际上是可以自己控制的。但如果你一家4口1周啊要去订上1到2次的话，怎么着也得花个1到200澳元。那么除了新鲜的水果、蔬菜、肉类，还有这个外卖的熟食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，比如这个牛奶啊、面包啊、孩子零食之类的。那还要有生活的日用品吧，比如什么纸巾啊、洗衣液啊等等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澳洲的超市啊 ，Woolworths 和 Coles 的网购肯定是少不了的，不用每周都买。但是大概呢，怎么着也要2周左右买一次吧。
那么一次呢也要100多、200多澳元，当然这个数字不是说很准确啊，只是一个大概的。2009年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大型超市啊来到了澳洲，就是美国的仓储式超市啊 Costco。我去年还做了一期啊去澳洲 Costco 购物的视频啊，当然现在肯定是去不了了。那么可以去订货送货。那有了上面这么多购物群呢，这个 Costco 倒还真不是必须要去的，但是偶尔呢也会去光顾一下，差不多1个月1次左右吧。那么大家去 Costco 其实都明白，跟去普通超市啊有点不太一样，那感觉不像是去买生活用品，那感觉像是给自己的小卖部进货去了。所以说一次下来呢200-300澳元非常正常。综上所述呢，这个一周下来开销也不少。那你以为就完了吗？其实远没有。除了这个团购、网购比较活跃，现在很多代购群啊也特别活跃。你像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日本代购群，哇，那里面那个小物件做的叫一个吸引人啊！你现在又出不去，所以难免呢就会动心的。那除去这些之外呢，现在大家都在家里学习办公了，所以说像 Office Work 这样专门出售学习办公用品的连锁店也火了。光我就买了不下5-6次，包括孩子学习画画用的各种文具材料啊，然后打印机用的这个墨呀，包括我工作需要的各种东西。那么还有一种开销，就是平时啊去逛街啊、购物等等。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安慰一下自己，因为毕竟嘛，现在封城了，你没法出去了，所以说呢，这些可买可不买的衣服呀等等这些东西呢，就省下来了。但是，爸，我 iPad 有点旧，能给我买个电脑吗？你刚9岁，早点了。那咱们先不谈我买电脑的事儿，咱们谈谈我教育。行，你坐对面，咱们谈谈。爸，你知道 Elon Musk 吧？知道啊。他10岁得到他第一个电脑，他就发明了 PayPal， 然后呢，他把 PayPal 卖了，然后所以才有 Tesla 和 SpaceX， 所以呢，他的成功来自他第一个电脑。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 Bill Gates。爸爸，你明白了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电脑了吗？说的很有道理啊。明白了。爸爸给你买一台。就冲我们家哥哥啊这份心，这电脑呢我们就决定给他买了。但是我相信啊，买过苹果电脑朋友都知道，他给你这个价位呢都是一个基本的配置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想额外升级，每一项呢你都要去额外花钱的。我在想，这哥哥将来肯定难免啊，也要像我一样去做视频啊，编辑视频，所以这个基本配置肯定是不够的呀。这个内存啊、显卡都要升级。再往下看，这硬盘啊也不够大，都不说文件了，将来一个个这个应用就够占空间的，别到时候还得删了旧的才能装新的，所以硬盘升级。再往后看，还有一个 Apple Care， 笔记本电脑难免会摔一下吧，那修理费那贵了去了，所以这个保险呢一定是不能少的。那我现在呢在做 YouTube 教学，这疫情啊是早晚会过去的，所以说呢这难免要出去讲课，这笔记本电脑一半也是给我买的，出去拿来拿去吧，这磨损很严重，你就难免要去买一个这个皮质的保护袋，是吧？所以七加八加这电脑买下来好吗？比几个月出去吃饭钱加在一起还要多。除了电脑之外呢，我的除草机也坏了，所以说买了一个充电的，还真挺好用的。因此呢，全算下来，隔离在家期间呢，这个花销说句实话一点没少，可能还多了。虽然说花费呢也不小，但是你得这么想，你想想啊，就算没有疫情发生，因为工作需要，这笔记本电脑你是不是该买还得买，对吧？那就算没有疫情发生，你这个除草机坏了，你是不是该换也得换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毕竟有疫情限制出行了，所以没法呢随便的去逛街啊、购物啊，所以总体来讲呢，这个花费还是……哟，弟弟来了，怎么了？我 iPad 坏了，你可以给我买一个笔记本吗？你指电脑是吗？你现在还小，你是真要大一点再买，怎么样？我们家弟弟啊比较懂事，听没有？一说就通了。弟弟，快去拿个椅子。爸，咱们先不谈买电脑的事儿，咱们先谈谈我弟弟的教育问题。不动杯子，把钱拿走，这钱就归你。我肯定拿不走。为什么？你肯定把杯子和钱粘一起了。没有啊。这回啊，不动杯子，把钱拿走，钱归你。OK。Abracadabra， 拿走了。
100块钱放在这儿，套上。你要是能拿走，不动杯子拿走100块钱，你的零花钱。你要拿不走的话呢，你从你零花钱里给我100块钱，怎么样 OK。开始。妈，给我倒杯水。啊。哟，谁的钱啊？哥哥的零花钱吧。耶，我的钱。